一番赶路之后，楚风便来到了紫岩上界那座领地。这座领地位于一座名为紫岩山脉的山脉之中，此山脉非常之大，虽是山脉，但其面积堪比一座凡界。而这辽阔的山脉，一眼望去尽是紫色，倒是非常好看。那是一种名为紫岩花的花朵，这紫岩花可不是寻常的花，它们的花香是可以用来炼化丹药的，是极为珍贵的特殊药草。不止这片山脉，就连这世界都因此花而成名，并且只有这片特殊的土壤可以种植紫岩花。离开这座山脉，紫岩花无法存活。正因如此，司徒界灵门才将领地设于此处，就是运用阵法收集紫岩花的花香。因此，一座肉眼可见的磅礴的阵法封锁了整片紫岩山脉。这封锁阵法极为强横，毕竟山脉如此辽阔，封锁整片山脉自然需要极强的结界之术。莫说神袍，怕是寻常真龙界灵师都无法做到。而这阵法不仅仅是收集花香那么简单，为了防止外人闯入，它还是一座防御阵法。这防御阵法很强，若是硬闯，恐怕半神境都做不到。这让楚风有些头疼。但很快楚风发现，司徒界灵门的人手持令牌，可以自由出入，这下子倒是好办了。但楚风也没有立刻行动。楚风现在独自一人，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所以他每次行动之前都会做3件事：传送阵法、隐藏阵法以及神隐。做完之后，才寻得司徒界灵门的人，将其斩杀，夺其令牌。果然，手持令牌，楚风顺利穿过了那强大的封锁阵法。可进来后，楚风发现这封锁阵法竟隔绝了自己的传送之力，也就是说，楚风想要用传送阵法逃，只能在这山脉内重新布置传送阵法。而楚风也没有嫌麻烦，立刻选择了一处距离司徒界灵门领地较远的地方，重新布置了一座传送阵法。虽说楚风已经知道自己身上有强大的守护阵法，但楚风也不知道那守护阵法真的触发会是何等景象。可楚风至少不希望自己的守护阵法在这种货色面前触发，所以还是谨慎一点为好。保命的手段准备好，楚风又布置了一道随时可以张开的封锁阵法，是为了防止司徒界灵门的人逃脱。准备好一切，楚风仍没有立刻现身，而是隐藏身形，潜入位于山脉内的领地，暗中打探情况。毕竟司徒界灵门也不傻，可能会派高手保护重要领地，而楚风的情报也是有些落后，所以行动之前必须打探清楚，再确认这里的最强者。只是8品5尊之后，楚风便立刻张开封锁阵法，封锁了这座领地，随后直接对那5尊巅峰出手，只是一击便洞穿其丹田。是你？这是一位老者。当他反应过来之际，自己丹田已是被破，完全丧失反抗能力。快跑！楚风来了！突然，老者撕心裂肺地大喊起来。他眼见着自己活不成了，也深知来到会是何等下场，于是只希望其他人可以逃脱。楚风也没阻拦，因为他的封锁结界已是提前张开，封锁住了这片领地。听到呼唤，司徒界灵门的人果然开始逃窜，只是奈何却都被楚风的封锁阵法困在了这座领地之内。他们只能听着惨叫接连响起，然后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直到楚风身影出现，自己也惨遭毒手。转眼之间，这座领地内所有人的头颅都被楚风斩下，但他们并未死，哪怕没有头颅，也在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楚风只是斩下他们头颅，却并没有断其性命，而是用阵法困住他们。这乃是楚风折磨他们的手段。所有楚风屠戮过的司徒界灵门领地都有此一劫。可突然一阵掌声响起，楚风抬头观望，顿时大惊。只见虚空之上，不知何时出现了2道身影，其中一个是白发老者，他身材壮硕，面容冰冷，一言不发，只是谨慎地盯着楚风。另外一位乃是黑发老者，他骨瘦如柴，但双眼却如猛兽一般可怕，一看就是杀人魔头。而眼下拍手的正是这黑发老者。值得一提的是，这2位都没有穿着司徒界灵门的服饰，初步判定他不是司徒界灵门的人。但楚风可以确定的是，这2位老者的实力皆在自己之上。好狠的手段啊！之前只是听闻还不信，现在信了。那黑发老者扫了一眼惨遭折磨的司徒界灵门众人，笑得更加怪异了。他似乎很喜欢这种血腥的场面。你是谁？楚风问道。你还记得月恋吗？黑发老者问道。你是月恋的人？楚风问道。正是。黑发老者点了点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楚风问道。这你便不要管了，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我与你有相同的爱好，那就是喜欢折磨人，尤其是折磨天赋好的天才。虽说月恋大人要我们活捉于你，但却没说不可以折磨你。话到此处，那黑发老者面露戏谑，就好像楚风是他即将到手的猎物一般。可楚风意念一动，传送阵法运转，楚风便消失不见。想逃？见状，那白发老者立刻拿出一块令牌，那竟是司徒界灵门的令牌。而那令牌催动，天地剧烈颤动，那封锁山脉的磅礴阵法都产生了变化。他逃掉了吗？此时那位黑发老者也是有些慌了。楚风消失的那一刻，他便释放出威压，想要拦截，却发现根本拦截不到。楚风逃脱的速度太快了，别看他年纪大，但却非常贪玩，所以他们来到这里也并没有告诉此地的司徒界灵门之人，甚至他们也是抢夺司徒界灵门之人的令牌才进来的。就连那白发老者此时拿的可掌控此地封锁阵法的令牌，也是他们自己于司徒界灵门之人身上窃取的。司徒界灵门的人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原来有2个人在保护他们，而这都是黑发老者的主意。所以眼下黑发老者也很害怕，若是楚风真的逃了，这件事传入月恋耳中，他们必然会遭受惩罚。我观察过了，此地的封锁阵法可以隔绝传送之力，他就算提前布下了传送阵法，也只能传送到山脉之内，不可能逃到山脉之外。而这令牌掌管着封锁山脉的阵法，我刚刚是将山脉彻底封锁，哪怕司徒界灵门的人手持令牌，也无法离开山脉，所以他一定还在山脉之内。白发老者说道。那就好，那就好。听闻此话，
黑发老者松了一口气，早就告诉你别贪玩，直接出手。现在知道此子不好对付了。白发老者埋怨道：“别说老了，田兄，我专心修武，不会结界之术。但你可不一样，你好歹也是白龙神袍，你若提前布下结界，那楚风也是逃不掉吧？”黑发老者说道：“还真不一定，那小子的结界之术有些特别，虽境界在我之下，但我还真有点看不透他的阵法。总之，此子不容小觑，还是尽快找到他，以免夜长梦多。”白发老者说道。分头行动，黑发老者也是应下，随后二人便使用各自的搜索手段，在这山脉之中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只是二人连续搜索了3次，却皆是毫无所获。眼下二人又重新回到了司徒界灵门的领地，只是此时的领地已经没有了惨叫，司徒界灵门的人已因无法承受折磨而全部死去。田兄，你确定这山脉封锁住了那楚风，怎么找不到他的踪影？黑发老者问道。此地封锁阵法极为强横，而我几乎在他刚使用传送阵法之时便封锁了这座山脉，他不可能逃得掉。此子应该是有特殊的隐藏手段，一定是这样。白发老者说道。你真的确定此子还在这山脉内？黑发老者再度问道。我确定。白发老者道。田兄，现在有2条路摆在咱们面前：一，咱们对月亮大人说来迟了，当作没有见过那楚风，这些人的死自然也就与咱们无关；二，咱们就说咱们来到这里后见过了司徒界灵门的人，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掌管此地阵法的令牌，然后巡视山脉的时候，楚风潜入领地大开杀戒，咱们察觉不对，赶忙利用封锁阵法封锁山脉，只是却寻不到楚风，但能确定楚风没有逃出去。反正这领地内的人都死了，咱们说什么是什么。如果选一，最多被斥责赶路慢，但不会有大的问题。如果选二，倘若能抓到楚风，咱们兄弟二人大功一件，一飞冲天。但若是抓不到楚风，咱们2个可就要倒霉了。田兄，你说吧，怎么选？黑发老者问道。选二，我能确定楚风一定还在，除非他是真龙界灵师，否则不可能逃得出去。白发老者说道。好，那就赌他一次。黑发老者决定后，便立刻使用手段向月炼传递关于此地的消息。接下来他们2个也没闲着，继续寻找楚风，但无论怎么找，他们都找不到楚风。至于楚风，的确没有逃脱，他还在这片山脉之内，只是因为有神秘的原因，他的气息隐藏得极为彻底，再配上隐藏阵法，凭借这2位的实力，还真就无法发现楚风。楚风自然已经发现此地封锁阵法变化，他无法出去，所以楚风也没想着逃。眼下他躲在山脉角落的地底之中，双手捏诀，双眼紧闭，他在修炼。对方在搜索楚风的时候，施展了诸多手段。楚风已经确定了那2位老者的实力。白发老者是一位白龙神袍，黑发老者不是界灵师，他从头到尾都没使用界灵师的观察手段，但是他实力在白发老者之上，乃是2品半神。以楚风现在的实力，自然不是他们对手。可倘若楚风能够突破到神袍，那结果便是两说。而值得庆幸的是，楚风距离神袍早就只有1线之隔。楚风之前是想着时机成熟再尝试突破，现在情况紧迫，逼一逼自己也并非不可。田兄，我有些慌了，要不咱们逃吧？黑发老者对白发老者道。他们又寻找了几遍，但依旧毫无所获。他害怕找不到楚风，被月炼责罚，那楚风应该逃不掉的。这封锁阵法，他怎么可能逃得掉呢？白发老者不想放弃，但却已不如之前坚定。可忽然，天地开始剧烈颤动，剧烈的颤动使得山脉出现裂痕，滚滚浓烟冲天起，遮天蔽日，宛如末日降临。与此同时，那白发老者竟捂住胸口，露出一副痛苦模样。田兄，你怎么了？黑发老者目露惊愕，不知道为何，我灵魂深处有一种很不安的感觉。白发老者眉头紧皱，他也搞不清楚状况。而很快，白发老者的状况缓解了，那天地间的动荡也已然平复，可只是短暂的震荡，却已让这浩瀚山脉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田兄，你刚刚的不舒服，该不会与此地刚刚的变化有关吧？黑发老者问。好像真的有关。白发老者点了点头。听闻此话，黑发老者也是脸色变化，越发觉得事情不简单。走，过去看看。黑发老者说话间，便带着白发老者御空而行。他已经锁定了那震荡的来源处，而靠近之后，发现了一座巨大的裂痕。那裂痕将山脉撕扯开来，直达地底深处。在那地底深处，盘坐着一个人，此人乃是楚风。他竟然在这，难道说是这楚风引起的？白发老者目露惊叹，刚才的变化让他记忆犹新，那是一种来自灵魂的压制。可这种压制为何会源于楚风？可相比于白发老者，黑发老者则是直接出手。经过之前事情，他这一次不打算给楚风任何逃脱的机会。这一出手，不仅释放出了威压，还直接丢出了一件宝物，那是一只铜碗。铜碗是远古时期的宝物，力量强弱取决于使用者的强弱，所以他有信心用这铜碗扣住楚风。铜碗脱手而出，立刻变大，从不足半尺变成高达100米的巨物，眼看着就要将楚风扣在当中。可只见楚风大袖一挥，那蕴藏半神之力的铜碗竟被直接掀飞开来。见此一幕，黑发老者与白发老者皆是神色大变。楚风不是5尊巅峰吗？怎能击退此碗？可此时楚风已是御空而起，手掌宛如鹰爪，奔那黑发老者的脖颈便抓了过来。黑发老者察觉不妙，赶忙施展身法武技，可那武技刚刚催动，便感觉喉咙一阵剧痛，紧接着自己的所有武力都被封锁住了。楚风的手掌不仅锁住了他的喉咙，更是锁住了他的灵魂，锁住了他的命。我问什么，你便说什么。楚风控制住黑发老者后，看向白发老者。你问。白发老者说话都变得磕巴了，连黑发老者
都被楚风瞬息之间控制。他知道他绝不是楚风的对手，他现在也不想去猜楚风为何有如此变化，他只想保命。你们是月炼的人？楚风问。是。白发老者点头。月炼的人为何要帮司徒界灵门？你们联手了？楚风问。是。你杀了月炼大人儿子。于是他将所有手下叫到一起，帮助司徒界灵门一起对付你。白发老者道。总共来了多少人？都被派往了哪些领地？楚风问。老者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以手为笔，勾勒出一张名单。名单上面正是被月炼派出强者守护的领地。他不仅标注了哪些领地被守护，他还标注了前往守护之人的修为，普遍都是神袍初期或者半神初期，但却并没有月炼的修为。月炼是何修为？楚风问。五品半神，黄龙神袍。白发老者道。听到这里，楚风放开了控制黑发老者的手掌，且看向黑发老者，他有说谎吗？楚风问。没有，句句属实。黑发老者猛地点头。早没了先前的嚣张，你们两个只能活一个。楚风双眼微眯，他此话一出，两人皆是心领神会，这是要他们两个自相残杀。你不是喜欢玩吗？那楚风就要他们玩。白发老者知道不敌，转身便逃。天兄，得罪了。可黑发老者说话间便手持兵刃冲了上去。白龙神袍的结界战力虽堪比一品半神，但绝不可能是二品半神的对手。不过眨眼间，那白发老者便化作了一具尸体。黑发老者扛着他主动飞了回来，不是他不想逃，而是他知道他逃不掉。现在想活命，只能对楚风献殷勤。楚风少侠，你可真是厉害，我愿弃暗从明，效忠于你。黑发老者对楚风道。楚风冷然一笑，随后手掌握紧，结界长剑浮现而出，几乎出现的同时，便刺入了黑发老者体内。你言而无信。黑发老者满眼愤怒。我说你们二人可活其一，是我要杀一个，结果你自己把另外一个杀了，那我现在没得选，只能杀你了。楚风道。你黑发老者气得咬牙切齿。别慌，今天我高兴，可以给你一个赏赐。楚风道。听闻此话，黑发老者见到生还希望，立刻变脸。多谢楚。他感谢的话还没说完，楚风长剑一挥，直接将其斩成两段，赏你死个痛快。看着那跌落下的黑发老者，楚风目光冰冷，这种货色不知道害死多少无辜之人，怎么可能让他活？杀人之后，老规矩，二人身上所有宝物都被搜刮，包括黑发老者刚刚使用的铜碗，当然不仅是宝物，他们就连本源也没留下。楚风怎么斩杀二品半神如此轻松？淡淡问道。他已经知道楚风踏入了神袍，但只是白龙神袍，是最初期的神袍，境界来说与一品半神相同。不过踏入了这个境界后，九龙圣袍的力量已经减弱，无法再增强楚风战力。不过幸好楚风的结界血脉力量依然健在，所以楚风虽是白龙神袍，可却拥有堪比二品半神的力量。但刚刚楚风出手击杀拥有真正二品半神力量的黑发老者，简直砍瓜切菜，这哪里是堪比，这简直是无敌啊！虽然九龙神袍的力量退化了，无法增强我战力，可我刚刚突破时，结界血脉好像又稍微觉醒了一点点，就是这一点点，让我的结界战力有了极大提升。再加上先前在灵兽山脉炼化了那些灵兽，也有增强结界战力的功效。现在我的结界战力到达了一个极为恐怖的地步。楚风说道。比你巅峰的修武战力如何？淡淡这样问，是因为楚风同境界一直很强，他的战力几乎没遇到过强于他的。不过后面得到修罗大军的时候，被强行灌输了修为，因为不是自己修炼来的修为，倒使得楚风战力减弱了一些，所以淡淡才问，此时结界战力比他武力巅峰时期的战力如何？毕竟比巅峰更有对比性，修武战力巅峰也不及此时结界战力。我敢这样说，同境界的界灵师比拼战力的话，没人是我对手。我感受到了真正的无敌。楚风握紧双拳，那滚动于体内的结界力量从未如此强大。然而他的结界血脉还并未彻底觉醒，只是觉醒了一点点。若是彻底觉醒，将拥有怎样的力量？忽然楚风身上光芒大盛，那是九龙圣袍的力量。楚风感觉九龙之力正在奔走，汇集于楚风掌心，很快一切恢复平静。可楚风张开手掌，发现他的掌心多出了一个古老的印记。回来了，看来我终于得到九龙圣袍的认可了，不，应该是得到界灵仙王的认可。楚风笑了笑，他当然记得这印记。在得到九龙圣袍时，楚风进入了一个梦境，梦境中看到了一位老者，那老者自称为界灵仙王，乃七界圣府之人。他当时还说，若有朝一日前往七界圣府，可将这印记给七界圣府的人看，无人敢阻拦。只是在梦境中，楚风能够看到印记，但离开梦境后，这印记便没有了。今日这印记终于再度浮现，不仅是印记，楚风感觉九龙圣袍的力量也更强了。他可以运用的不是九龙圣袍的力量，而是九龙之力。他彻底得到了九龙圣袍的认可。彻底得到认可吗？那九龙圣袍又能增加战力了？淡淡问道。那倒不是，哪怕得到了九龙之力，还是无法增进一品战力。不过这九龙之力对结界之术会有很大帮助。我现在结界战力本就强横，再加上九龙之力以及我的结界血脉，我虽是白龙神袍，但我布置的结界之术，银龙神袍无法破解。若不直接交手，而是破解的话，结界之术，我的结界之术，恐怕蓝龙神袍也要费些脑筋。楚风道。那我的楚风岂不是越来越逆天了？淡淡兴奋不已。楚风只是白龙神袍，正常来说，灰龙神袍的结界之术，他无法破解才对，因为结界之术是结界之术，战力是战力。比如楚风是龙变一众的时候，那时九龙圣袍加结界血脉，可让楚风增强2品结界战力。只说战力，
堪比龙变二重，但若是布置结界之术，楚风的结界之术是比不过龙变二重的界灵师的，这是境界的限制。但现在结界之术却可以压制强于自己境界的界灵师，并且不仅可以压制灰龙神袍，还能与蓝龙神袍稍微比一比，这进步可以说是非常蛮可怕的。毕竟这可是神袍境，楚风自己也清楚这变化的可怕，所以他此时很是兴奋，他终于又变强了。但他知道九龙之力只是一部分，最主要的还是他的结界血脉，是那王之血脉的逐渐觉醒，让他越发强大，这是好事。无论九龙圣袍还是九龙之力都是外力，随着境界提升注定会力量减弱，但血脉不同，这是楚风自身力量，是楚风真正的底气。你这小鬼有点意思呢。可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在楚风身后响起，何人？听到突如其来的声音，楚风赶忙回头观望，却发现身后空无一人。见此情形，楚风赶忙催动那掌控此处大阵的令牌，将封锁内部的阵法取消，想赶快逃离此地。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位说话之人也是那月恋的手下。别怕，我与他们并不认识。可就在此时，那声音再度响起，最主要是那声音响起的同时，楚风竟动弹不得，一股力量封锁住了楚风。前辈，您是何人？楚风问道。此地有外人，我不方便现身，你等一下。那女子声音再度响起，下一刻，一道阵法自大地升起，竟将此地阵法覆盖。那不仅是封锁阵法，还是隐藏阵法。而此地原本的阵法已是足够强横，但当此时的阵法从大地升起，覆盖虚空之后，楚风能明显感觉到，此时浮现的阵法比此地原本的阵法还要强横数倍不止。察觉到我了吗？天际之上，一名女子立于虚空之上，正是楚风在山谷内遇见的神秘女子。这些日子，她一直跟着楚风，刚刚的封锁阵法拦不住她，可此时出现的封锁阵法，不仅她无法闯入，她甚至看不到里面的情况。是何人？神秘女子眉头微皱，她察觉到此地有在她之上的存在，而此时楚风还站在阵法之中，那束缚她的力量已然消散，而在她的面前，则是出现了一名女子。这名女子一袭紫裙，她给人的感觉极为高傲，尤其那双眼眸，仿佛天下万物皆不入其眼。可她看楚风的目光，却尽是刮目相看，并且还面带微笑，还笑得很是灿烂。不错嘛，王之血脉。紫裙女子问道。是。楚风点了点头。面对这种高手，没有隐瞒必要，因为对方若要杀他，轻而易举，太强了。这名紫裙女子没有散发任何威压，可却给楚风一种极为恐怖的感觉。她拥有深不见底的实力，不仅是王之血脉，还学过秦九大人的皮毛。紫裙女子说道。你知道秦九大人？楚风目光微微变化。哟，你也知道秦九大人？紫裙女子问道。听闻过秦九大人的名号。楚风道。是传授你这皮毛之人告诉你的吧？紫裙女子问道。前辈看得出来，我的布阵手法有秦九大人的影子。楚风问。当然。紫裙女子点头。听闻此话，楚风欣喜，他与淡淡猜对了，月灵先祖的传承果然是从秦九大人那里领悟来的。而眼前女子实力深不可测，且知晓秦九大人，搞不好知道些什么。楚风正要开口，女子却抢先说话了。想不想得到秦九大人真正的传承？紫裙女子问道。前辈，您的意思？楚风想到了什么，但却又感觉难以置信。天下间竟有此等好事！我的意思是，秦九大人真正的传承就在这里。女子说话间指了指自己的胸口。秦九大人的传承在前辈心里。楚风问道。屁！我的意思是，我就是秦九大人的传承。女子道。您就是传承？这怎么可能？前辈可真会开玩笑。楚风笑道。见楚风这样说，紫裙女子笑得意味深长。下一刻，女子身形竟化作紫色气焰，气焰越来越磅礴，转眼间化作一道巨型宫殿。宫殿通体紫色，气势磅礴，可那墙体纹路竟与女子紫裙一模一样。眼下殿门已然开启，直接进来吧。那宫殿发出紫裙女子的声音。真的是传承？楚风虽然感到不可思议，但还是赶忙走了进去。进入宫殿内，发现墙壁上刻满了符咒纹路。楚风知道这上面乃是传承，只要领悟便可获得。前辈，这就是秦九大人的传承？楚风问道。不然呢？紫裙女子声音再度响起，同时其身影再度浮现，就落在楚风身旁。前辈，我的意思是，晚辈现在就可以领悟，不用经过考验什么的。楚风问。他能感受到这传承的厉害，比月灵先祖留下的传承不知道厉害了多少倍。这是真正的传承，但是现在就可以直接领悟，那这幸福也来得太突然了吧？毕竟楚风得到传承或者宝物从来没这么轻松过，所以他感觉这不太真实。你如果想要考验，我可以给你安排。紫裙女子道。那不用了，不用了。楚风连连摇头。见楚风如此，紫裙女子忽然大笑起来。别看她长得高冷，但笑得却极为爽朗。逗你的，你看这个。女子说话间，掌心浮现一物，那是一座小塔，小塔也是紫色，散发远古气息的同时，也展现神圣光芒。秦九大人叫我于此等候。他留下诸多挑选传承之人的方法，我可以根据这些方法挑选接受传承之人，但那些人被选中后也需要接受考验，哪怕通过考验得到的传承也不会是完整的，需要凭借其考验的表现来决定。但若有人能让此塔亮起，此人无需考验便可得完整传承。你便是无需考验之人。紫裙女子道。因为我是王之血脉嘛。楚风问道。你问我，我问谁？我也其实也不懂啊，我只是按照吩咐行事。紫裙女子道。前辈，那晚辈可以领悟了吗？楚风问道。当然可以，不过提醒你，这传承可是很难领悟的，你可以先试一试，慢慢来，不急的。我这么多年都等了，不差再等个10年半载的，就算几百年也可以勉强等一等，但1000年最多了，别太久，我可是很想出去玩一玩的。紫裙女子道。好，
那晚辈试试。楚风认真打量，这传承很难，但与岳灵先祖留下的难是两种难。岳灵先祖的传承更像是为岳家后人准备的，楚风这个外人领悟极其费力，但这个传承就像是专门为楚风准备的，虽然也很难，但楚风能领悟，所以这传承不断涌入楚风脑海，这让楚风对破阵之法有了全新的认知与领悟。其实之前楚风在岳灵先祖的传承上已经窥探到了一些，但他知道他所窥探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而现在的感觉就像他站在冰山一角之上，未知的冰面正在快速浮现，整座冰山的面貌正在被他见到。很快1个时辰过去了，楚风先是闭上双眼，然后深吸一口气，随后便看向紫裙女子，怎么样，很难吧？要不要喝口水？紫裙女子说话间真的将一杯水递向楚风，但楚风看得出来那就只是寻常的水而已。多谢前辈，但晚辈不口渴。对了前辈，晚辈该如何称呼您？楚风问道。我没名字。紫裙女子道。没名字？楚风意外，怎么，很稀奇吗？我乃天地奇物所化，并非真正的生命，秦九大人也只是见我的力量，以我为阵眼，布下这传承大阵。我就是一座传承阵法，没有名字。女子道。您真的只是传承阵法，而不是守护者。虽然女子这样说，可楚风还是感觉难以置信，因为他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传承阵法，居然是生命体，并且还拥有深不可测的实力。对，我就是传承阵法本身，不过我是具有生命的。紫裙女子笑道。她不仅没有任何不适，反而以此为荣。前辈为何不给自己起个名字？楚风问道。名字重要吗？没想过。紫裙女子道。那前辈若不介意，我就叫前辈仙女姐姐吧。虽然不知道前辈年纪，但只看我外表，其实与我相差不多。当然，若是前辈介意，我愿继续叫您前辈。楚风笑着说道。不知为何，这女子给他的感觉很舒服，很好相处，所以楚风也比较放得开。仙女姐姐吗？我有那么好看？紫裙女子笑着问道。实话实说，从前辈的长相与气质来看，那就是仙女本尊了。楚风道。倒是会说话。紫裙女子笑得更为灿烂，挺喜欢这个称呼的，但我确实比你大太多了，我的年龄比你祖先还大，叫姐姐肯定不合适。这样吧，你看我这一袭紫裙，可以叫我紫前辈。紫裙女子道。晚辈楚风拜见紫前辈。楚风赶忙施以一礼，并且是大礼。别来这一套了，我对这传承也没有任何办法，你要自己领悟，我帮不到你。紫裙女子道。前辈您别这样想，晚辈可不是要拍虚溜马，而是发自肺腑的感谢前辈。楚风道。真的？紫裙女子狐疑。当然，因为传承晚辈已经掌握了呀。楚风道。这样啊。女子点了点头，但很快目露惊色，随后看向楚风。你说你掌握了传承？是啊。楚风道。掌握了多少？紫裙女子问。全部。楚风道。不可能。紫裙女子满脸的不信。对于紫裙女子的质疑，楚风没有辩驳，而是快速的布置了一座阵法。那正是运用秦九大人的传承布置的阵法，已经真的掌握了。女子起初无比震惊，震惊到小嘴微张，高傲的美眸也变得呆滞，但很快僵持的表情开始变化，她嘴角上扬，笑容展露，随后笑声越来越大，竟仰天大笑。没白等，真是没白等啊！1个时辰，居然只是1个时辰就掌握了，哈哈！我就说我能等到最厉害的传承之人，居然真的被我说中了，必须狠狠地跟他们几个炫耀一番不可。紫裙女子一边大笑一边说着，而楚风则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忽然，女子一把抓住楚风的肩膀。楚风，你可真是太棒了，你让我很满意。前辈，既然您如此满意，那可有额外奖励。楚风眯眼道。哎呦，小家伙这么贪心，传承你都领悟了，还不甘心？难道要我侍奉你一番才行？紫裙女子问道。这还是算了，紫前辈虽然美若天仙，但晚辈也的确是正人君子。楚风笑道。他自然知道这女子是在开玩笑。别看这紫裙女子乍一看高傲无比，但接触下来，楚风发现她性格极为爽朗，所以楚风也不介意与她开玩笑。毕竟楚风本身就是不受礼节拘束之人，他懂礼节，也尊重人，但也不会受礼节约束。你这小家伙很有趣，我很喜欢。只是秦九大人有嘱咐，不能与传承之人接触太多，不然倒是想跟着你溜达溜达，反正我接了下来也没事了。紫裙女子说道。所以前辈，您不用一直守在此处，可以自由活动。楚风问。当然，我又不是木头，我是活生生的人，自然可以任意活动。紫裙女子道。但你居然猜对了，原来秦九大人的传承真的会跑。楚风可还记得当时在真龙大人所说的传承处，他因久久寻找不到传承而恼火，女王大人安慰他说可能是那传承长腿了，跑掉了。楚风当时只觉得这是安慰自己的玩笑话，不曾想这竟是真的。西，本女王厉害吧？淡淡也是得意起来。厉害厉害！楚风连连赞赏。而就在此时，紫裙女子则再度开口。不过秦九大人有嘱咐，必须守到足够的时间才可以离开，所以我可是自远古时期一直等到现在。紫裙女子又说道。前辈一直在这里。楚风感到意外，本来他还觉得这女子就是真龙大人遇到的传承，后面才跑到这里的，但现在来看似乎并非如此。当然我可一直没走，我本来守于此处时间已经到了，正准备离开呢，结果就遇到你了。不得不说秦九大人的预言之术还是很准的，居然刚好是在时间到了的时候遇到的你。紫裙女子道。预言之术，秦九大人是算到会有人来此接受传承。楚风问道。当然，不然我为何要于此处等候？我当初就是为了等待一个厉害的传承之人，故意选了一个需要等候时间较久的此地。本来迟迟没有等到理想中的传承人，我还有些后悔选择这里，现在来看我当年的选择实在太对了。紫裙女子自夸起来。所以传承不止前辈您一个？楚风问道。是的，总共9处传承的，在你出现前已有7处传承之地被人所得，而且有3处是当代小辈所得哦。
话到此处时，紫裙女子故意看向楚风，目光意味深长。他们所得皆是完整传承吗？楚风问道。当然是完整的。紫裙女子说道。听到这里，楚风内心动荡，老一辈也就算了，竟有3个小辈也得到了秦九大人的完整传承。前辈可方便透露，另外7位得到传承者是何人？楚风有些好奇。这个不能透露。紫裙女子道。好。楚风笑了笑。紫裙女子乃秦九大人手下，他对秦九大人必然言听计从，不肯透露何人得到传承，想必也是秦九大人吩咐。这种情况下，无论他怎么问，紫裙女子也都不会说，所以不如不问。其实你不用在乎这个。传承之地虽有9处，但也有强弱之分。我的传承是最难领悟的，所以同样是从传承之地领悟到了完整传承，但你所得强于他们。紫裙女子道。听闻此话，楚风心中欣喜，谁不希望自己得到的是最好的呢？主要还是前辈引导的好。楚风说道。别溜须拍马，是你自己的本事，你真的很让我意外，但你也不要太骄傲。那另外7位得到传承者皆还在世，并且他们都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尤其是那3个小辈之中，有一个小姑娘，她结界天赋极为利奥的，虽不是王之血脉，但却是结界血脉中极为罕见的血脉，她的血脉可能不弱于你。紫裙女子说道。不弱于我？那是什么血脉？楚风问。若是告诉你，不就是泄露了她的身份？紫裙女子道。我比较笨，可能猜不到。楚风说道。少扯皮，其他事还可以透露一点，这件事不会告诉你，必须对得到传承之人的身份保密。紫裙女子说道。好，那晚辈不问。楚风笑道。真的楚风，你的天赋很厉害，刚刚就展现过了，所以只要你不懈怠，必会快速成长。只要你能正常成长，其他人应该都不足为惧，但唯独那个小姑娘，你必须谨慎对待。不过你们具体谁强谁弱，还要你们遇到才知晓。说起来，我倒是蛮期待见到那一天的。紫裙女子说道。所以我们真的会是对手？楚风又问。对，我刚刚不是说了，秦九大人留下的传承之地总共9处，其中8处传承之地都已得到真正传承之人，将不会继续传承。比如我的传承更被你所得，我便不会再传承其他人，这是秦九大人定下的规矩。而这第9处传承之地较为特别，其他人也可以接受传承，但真正有资格得到这完整传承的只有8个人。女子话未说完，而是看向楚风。只有得到过传承之人，才有资格得到第9处传承之地的完整传承。楚风问。是得到过完整传承之人才有资格得到第9处传承之地的传承，而且这第9处传承之地的传承远非我们8处传承可比，那是最终的传承。你若想成为秦九大人最强的传承者，就必须拿到这传承。紫裙女子说道。那前辈，第9处传承之地在何处？楚风问道。这怎么能告诉你？反正离这很远，你现在的实力也接触不到。不过我还是想你能得到那传承的，毕竟你也算是我的传人。紫裙女子说道。这不叫算是，我就是啊。若是没有前辈，我不可能得到秦九大人的传承啊。所以紫前辈，你真的不给一点帮助吗？楚风道。别套我话，秦九大人定下的规矩，我们都不会违背。紫裙女子说道。嘿，我知道的，我就是开个玩笑。楚风笑得有些尴尬，因为他与紫裙女子都知道，他刚刚可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在打探。楚风，你觉得在你遇到的小辈之中，你实力如何？忽然，紫裙女子问道。还算凑合，但并非顶尖，仍需努力。楚风说道。道有自知之明，那你可知道当时小辈谁的实力最强？紫裙女子又问。这个晚辈还真不知晓。楚风话到此处，又赶忙问。前辈知晓，我只能告诉你，8道天河的小辈之中，你不是顶尖，但距离不大，可与第9道天河内那几位最顶尖的小辈比，距离很大。紫裙女子道。前辈所指是那太古神域？楚风问。女子笑了笑，没有说话，但却已经给了楚风答案。必然就是那神秘的太古神域。太古神域内也有秦九大人的传承。楚风问道。女子点了点头，再度确定了刚刚楚风的猜测，所以第9处传承也在太古神域。楚风问。我可没说，是你自己乱猜的。紫裙女子这句话无疑是给予了楚风回答，该不会在我之前得到传承的小辈也都来自太古神域吧？楚风问。倒也不是，还有一个小辈来自7界天河。紫裙女子道。7界天河。听闻此话，楚风神色微微变化，听到7界天河，他便立刻想到了一个地方，那便是7界圣府。既然是来自7界天河的天才，那多半也是来自7界圣府，这还真是自己的对手。别紧张，只论结界天赋的话，他与这8道天河的其他小辈比，倒算卓越，可若与你比。话到此处，紫裙女子笑容变得轻蔑，宛如垃圾。前辈，你这么夸我，我会骄傲的。楚风笑道。还是别骄傲，你虽天赋很好，但血脉并未完全觉醒，你还嫩着呢，要继续认真修炼，不可懈怠。紫裙女子说道。晚辈定会努力，为前辈争光。只是前辈，你说的3位小辈是当代小辈，还是说他们只是得到传承时是小辈？楚风问。当然是当代小辈，我刚刚说都不清楚吗？紫裙女子问。现在清楚了，但前辈您不是一直待在此地，是怎么了解到这么多的？楚风问。我们9个皆是天地奇物，并在同的孕育，宛如兄妹，自然也有特殊的血脉联系，哪怕距离再远，我们也有特殊的方法进行联系。当然这联系不是即刻的，需要时间传递，但可无视任何结界，这是我们的能力之一。紫裙女子道。前辈好厉害。楚风道。别夸我，想问啥直接问。女子道。那前辈9个传承之地究竟有几个在远古神域，又有几个在神域之外？楚风是想确定一下，当今除了远古神域外得到传承的有几人？又套话。不能再告诉你了，时间差不多了，我要走了。紫裙女子说话间便准备离开。紫前辈，晚辈还有一个问题，
楚风赶忙道：“说吧。”紫裙女子道：“秦九大人也在太古神域吗？”女子问道。听闻此话，女子表情忽然悲伤起来，这让楚风察觉到不妙。前辈，难道秦九大人不在世了？楚风问道。女子沉默不语，那悲伤的情绪越来越重，甚至隐约间，楚风感受到了杀意。虽然那杀意不是冲着楚风而来，但楚风察觉到紫裙女子情绪不稳，便也没有追问。很快，那杀意消散，女子脸上的悲伤也渐渐消散。不是她不悲伤了，而是她自我调节得很快。楚风，你有想守护的人吗？紫裙女子问出此话，目光都变得凝重起来。有。楚风的回答也极为郑重，那便好好修炼。紫裙女子说道。前辈，究竟远古后期发生了什么？这是楚风一直好奇的事，但始终没有答案。我记不得了。紫裙女子道。记不得这句话，楚风也从其他远古存活下来的人物听说过，的确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我们虽存活下来，但记忆受到了影响，暂时并未完全恢复，所以具体发生什么，暂时想不起来。紫裙女子道。可怕的事？楚风眉头微皱，是什么可怕的事，让远古与当代发生断层，而没有正常传承？楚风，夜晚之时，你可曾见过群星璀璨的夜空？女子问。见过。楚风点头。女子笑了，那是一抹苦笑，是充满难过的苦笑。你并未见过真正的璀璨星空，以后也不会有机会了。我所见过的璀璨星空，才是真正的星辰漫天，而现在的璀璨星空，不及当年的1/10。紫裙女子话到此处，也是望向天空，她睫毛颤动，似是勾起了一些回忆，可那回忆让她神色落寞，不及当年1/10。楚风内心震荡，他知道每一颗星辰其实都是一个世界，漫天星辰便是浩瀚修武界。倘若如今星辰数量不及当年1/10，那也就是说，至少有90%世界遭到毁灭，或因某种原因消失了。当年定有大劫，亦或是大战，但无论是劫难还是大战，那都是真正的毁天灭的。不是毁天灭地，而是毁灭星空，那是何等场面，的确可怕。前辈，那种事还会再发生吗？楚风问。我虽记不清具体缘由，但我有预感，此事还会再度发生，并且很快就会来。紫裙女子道。很快是多久？楚风问。不好说，久则万年，短则100年，甚至更短。紫裙女子道。听闻此话，楚风拳头突然握紧，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不安。短则100年，那留给他修炼的时间可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说，你不可懈怠，你之天赋不可浪费。也许那劫难来临，这天下苍生还要你来守护，连我也要靠你来守护呢。紫裙女子道。晚辈定会守护前辈。楚风道。我相信你。紫裙女子笑着道。可是他这话连他自己都不信，他只是鼓励楚风努力修炼，至于守护他，他是何实力，而楚风又是何实力？就算天赋再好，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那么大的进步吧。他并不指望楚风守护自己。对了，楚风。忽然紫裙女子想到了什么。前辈请说。楚风察觉到紫裙女子要问他什么。没事。女子笑了笑，她明明想问什么，但却并没有问。前辈有什么想问的，但说无妨。楚风道。没什么想问的，只是希望你照顾好自己，我该走了，有缘再见。紫裙女子道。前辈，晚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楚风忽然道。怎么还问？紫裙女子有些不耐烦，但还是道。问吧。前辈刚刚说此地有外人，是除了你我还有其他人？楚风问。是，而且是跟随你而来。紫裙女子道。跟随我而来。楚风眉头微皱。你不知道？紫裙女子问。晚辈不确定。楚风抬手间勾勒出一幅画像，乃是山谷遇到的神秘女子。前辈是她吗？楚风问。楚风猜测，若有人跟踪她，又不害她，这名神秘女子最有可能。紫裙女子没有回答，而是道。要我除掉她吗？可她这句话已然确定了，那跟踪楚风的正是神秘女子，算是朋友，前辈就当没发现她吧。楚风道。我只是说说，我可没义务护着你，你让我除，我也不会帮你。紫裙女子道。楚风一时无语。楚风，那我便走了，你也尽快离开吧。对了，最好还是不要对外说，得到了秦九大人的传承，至少不信任之人不要说。紫裙女子嘱咐道。晚辈知道了。楚风道。而此时紫色气焰化作飓风，将楚风覆盖。当一切消散时，这宫殿与紫裙女子全都消失不见。前辈有缘再会。虽然紫裙女子不见，但楚风还是对着虚空施以一礼。此礼过后，楚风察觉那封锁阵法开始消散，与此同时，那满山的紫妍花竟然开始快速枯萎，花居然都枯了。看来这紫妍花能与此处生长，是与那前辈有关。淡淡的声音响起。淡淡，你觉得秦九大人还在世吗？楚风问。你看他那么悲伤，肯定是不在了呀。淡淡道。会与那大劫有关吗？楚风又问。这不好猜，正常来说是有关吧。淡淡道。罢了，过去的事先不想，还是把握当下。楚风道。对吗对吗？你现在的事都处理不过来，哪有时间去想过去的事？况且真有什么大劫也别怕，本女王会保护你。淡淡道。那怎么行？若真有大劫，由我保护你。楚风道。也行。淡淡嫣然一笑，笑得不仅好看，也很好听。楚风也是一笑，随后便离开此地。但离开之前，楚风运用阵法令牌，催动阵法力量，将这山脉内的所有宝物洗劫一空，包括阵法之前收集的紫妍花的花香之气，就连死去之人的尸体，楚风也是故意摆设了一番，就是要给即将来到的人看。楚风离开之时，那神秘女子也是再度跟上，而除了那神秘女子外，还有一道目光在暗中观察着楚风，正是那紫裙女子。原来那紫裙女子并没有走，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关系，应该是我想多了吧？怎么会那么巧？紫裙女子忽然一笑，笑得很是释然。其实她刚刚想问楚风的话，是想询问楚风是否认识一个人，但想了一下并没有问。之所以没有问，
恰好是怕楚风真的认识。若是楚风认识那个人，见他询问，楚风一定会问东问西。他真是不想透露太多了，因为他已经违背了秦九大人的意愿了。而他之所以如此好奇，乃是他知道当今太古神域内发生的一些事情。太古神域内最近出现了一名男子，这男子以极快速度成长，已被一些顶尖势力列为必须警惕之人。之所以警惕，就是因为此人成长太快，害怕日后成为他们的威胁。可太古神域内那向紫群女子传递消息的几位，都对此人有着几乎相同的评价。此人做事缜密，手段凶狠，血脉已觉醒，如今正迈入快速成长期，用不了多久，其名号便将彻底响彻太古神域。太古神域内必有此人一席之地，甚至若浩劫在临，此人也是不可或缺之战力。而此人身边跟着一只老猿猴，其血脉乃是天级血脉，其姓氏刚好也是楚姓，名为楚轩辕。几日后，月炼与司徒界灵门的一众高手来到了紫妍世界。只是相比于自信满满的月炼，司徒界灵门的一些人却是显得不那么自信。庭野大人，你觉得我们此次能否抓住那楚风？司徒洪博不安地问道。他很忐忑，此子诡计多端，但我们位于紫妍山脉的封锁大阵也是非同小可，只要消息属实，那楚风应该难以逃脱。司徒庭野对于那封锁大阵很是自信，可是对于能否捉到楚风这个问题，他却不敢肯定。诸位是对我月炼没有信心？月炼问道，给人一种不容置疑的感觉。月大人，我们对您很有信心，只是毕竟现在困住那楚风的不是您啊。司徒庭野道，这些人了解我的性格，若无实权把握，必然不敢给我传递消息。既然消息已到，那楚风必然在劫难逃，你们就看好戏吧。月炼此话说完，大袖一挥，来到战船之巅，忽然结界之力涌现，竟与战船阵眼相融。这艘战船前行的速度又是增快了不少。很快，这艘战船便来到了紫妍山脉。只是见到紫妍山脉的一幕，他们顿时傻眼，因为紫妍山脉的景象可与他们预想的全然不同。满山的紫妍花全部枯萎，而领地之内则是尸横遍野。不仅是司徒界灵门的人，还有2个人格外突出，正是月炼的那2位手下。那些人不仅死得惨，那些尸体还被拼成了一行大字：司徒界灵门与月炼联手，宛如垃圾与垃圾相融，便是垃圾中的垃圾。看着这行大字，有的人慌了，感受到了楚风的强大。毕竟月炼的手下可是半神境，但也有人暴怒，比如月炼，这是对他极大的羞辱与挑衅。月炼大人，这就是你让我们看的好戏吗？司徒庭野上前问道。紫妍山脉的损失太惨重，不仅是死去的人，而是那满山的紫妍花，本就是司徒界灵门极为珍贵的，如今满山的紫妍花全部枯萎，虽不知是何原因，但无疑对司徒界灵门是一大重创。你这封锁大阵不行，难道怪我月炼？你们与楚风有仇，无论如何都会遭此劫难。而我手下本与楚风无仇，他们是因帮你司徒界灵门而死，我没怪你们，你尽怪我。月炼看向司徒庭野，目露凶狠。司徒庭野虽有不爽，可却也不敢反驳，反而陪笑道：月大人，我并非这个意思。他没办法，毕竟实力不如人家。可此事发生，司徒界灵门对月炼便也不再那般看好，甚至怀疑与他联手是否真的能够抗衡楚风。你们放心，总有一日那楚风会落到我的手中，那一日他会求着我杀了他。月炼咬牙切齿地说着，他暴怒，但同时又很自信。只是对于此话，司徒界灵门的一众人却是不言不语。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另外2人尽收眼底。有2人立于虚空之上，距离他们并不远，可偏偏月炼他们察觉不到这2位的存在。这个小废物在这狂个屁呢，真想现在就一巴掌拍死他。其中一位不满月炼的话语，但他说的可不是大话。若是他此时现身，就连月炼也会吓得屁滚尿流，因为此人乃是图腾天河大名鼎鼎的图腾9道之一龙九道长。而在他的旁边还有一个人，此人更为利奥的，乃是龙八道长。当日在龙6道长的决策下，龙6、龙7、龙8、龙9 4位道长分头行动，去寻找楚风的下落，想暗中保护楚风。后面听闻楚风与司徒界灵门的事，龙8与龙9都想到了前往司徒界灵门总部，也许能够遇到楚风。他们兄弟2人因此而相聚，并决定一起等楚风。只是不曾想，没等到楚风，等来了月炼。得知月炼要对付楚风，而后月炼收到楚风被困的消息，立刻前往于此。他们兄弟2人便也跟了过来。本来是想着楚风遭遇危难之际，他们兄弟霸气出手，这样楚风便欠了他们一个天大人情。只是没想到这月炼如此废物，没有抓到楚风，还在这口出狂言，这让龙9道长很是不爽。九弟，我看这月炼能力不足，未必能够抓到那楚风，咱们不能都耗于此地。我先走，你继续跟着帮他吧。龙8道长对龙9道长道。八哥，我也觉得他是个废物，不如你跟着他，我去寻找楚风吧。龙9道长说道。九弟，他虽废物，但毕竟他的手下挺多，万一有手下真的有了准确消息呢？你还是跟着他吧。不管怎么说，现在于楚风而言，他都是楚风最大威胁，你跟着他也等于间接保护了楚风，不对吗？龙8道长说道。也有道理，那我便先留下吧。龙9道长的表情勉为其难。至于楚风，离开紫妍世界之后，便继续开始了对司徒界灵门的屠戮。如今他踏入白龙神袍，虽只是神袍最初期，可凭借血脉之力，拥有堪比灰龙神袍的战力。而正常的灰龙神袍也只是拥有堪比2品半神的战力，但在楚风面前，2品半神根本不是其对手。在这一战力内，是真正的无敌。并且从破阵角度来说，楚风的破阵能力更强，堪比蓝龙神袍。再加上他行事谨慎，一路行来几乎所向披靡，就连有些领地有月炼的手下守护也是无用。他们的下场
与司徒界临门的那些人一样，都是死。没过多久，又有多处领地被楚风所屠。消息传开，不仅司徒界临门的人继续叛逃，就连月炼的一些手下也是纷纷叛逃。而月炼与司徒界临门联手的消息也是传开，同时那些人叛逃的消息也是传开，这让世人越发觉得楚风强大。楚风的名号几乎席卷整个真龙星域，所有人都觉得司徒界临门要完了。楚风刚刚又屠戮了一处司徒界临门领地，屠戮之后，楚风并未离开这个世界，因为女王大人想吃肉包子。虽然他们这种境界早就不需饮食来维持生命，可人间美食也是修武者的最爱，何况女王大人想吃的，楚风自然也会满足。女王大人想吃肉包子，楚风便带她去吃，还要吃最好的。至于是否会被人认出，楚风根本不在意，反正这个世界也没人是他对手。并且楚风发现，虽然他的名声已传遍真龙星域，可知晓他模样的人并不多。不知是因为颜面受挫，还是为何，司徒界临门除了刚开始散播楚风的通缉令外，后面便不怎么散播了，反倒是因为楚风声名鹊起，各种别人瞎画的通缉令越来越多，甚至还有许多人按照那些画像的面容进行伪装冒充楚风，坑蒙拐骗。一时之间，大家也分不清真假。楚风此时来到了一处名为仙布里包子阁的餐馆，这是这个世界最有名气的肉包子店，非常火爆。虽主打包子，可店铺极大，只是宫殿便有13座，每座分为19层。据说越是高层越是安静，那是上宾待遇，但花费也更贵。楚风刚来到门口，还未进去，便有一个身高3米、长相凶神恶煞的男子被人从包子店内丢了出来。他奶奶的，老子可是楚风，你们敢这么对我，信不信我灭你满门？那凶神恶煞的男子一边对门内咆哮，一边口喷鲜血，去你妈的，包子都吃不起，还敢冒充楚风，给我狠狠的打！那男子忽然浮空飘起，任其挣扎，却无法逃脱。随后无数棍棒从店内飞出，对着男子狠狠砸去。是有人在隔空御武，以此来教训着男子。楚风看了一眼，便向店内走去。楚风如今不怎么混入人群，但也已见过几次冒充他的人了，可想而知，如今真龙星域冒充楚风的人有多少。但楚风也无所谓，毕竟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何况楚风向来不在乎外人对自己的看法，可耳边却响起了女王大人的声音：哈哈，楚风，我发现最近冒充你的人都是很丑的，看来他们都觉得你就该是这个样子。女王大人笑着调侃道：这样也好，不然我真容暴露，必会多出无数迷妹，你不知会多出多少情敌。楚风也是笑道：呸，只论长相，你能迷倒几个人啊？淡淡撅嘴反驳，但很快想到什么，呸呸呸，谁的情敌？就算有情敌，也是子玲他们的，与本女王有何关系？对于此话，楚风没反驳，只是笑得却更开心。楚风一入店后，一名店小二原本笑脸跑来，但看清楚风容貌，顿时面容冰冷。又来一个吃白食的，现在都冒充楚风上瘾。店小二冷冷地盯着楚风，啥？他也是冒充楚风的？店小二这番话引起不少人的注意，只是他们看向楚风后，却不觉得楚风是真的楚风。在他们心目中，楚风手段狠辣，应该是凶神恶煞，或者长相丑陋，近乎怪物的人，怎会这样相貌堂堂，仪表不凡，并且这气质更是常人所不具备。而楚风也很意外，如今只有一些顶尖势力能认得自己，大多数人都被假的通缉令蒙蔽了。不曾想这个店小二竟也见过自己的画像。你觉得我是楚风？楚风问道。当然，楚风所有通缉令我都见过。店小二说到了缘由。那你觉得哪个是真的楚风？楚风问。我倒是觉得你冒充的这位更像楚风。店小二道。为何？楚风好奇。我觉得楚风不像是他们口中那凶神恶煞、无比丑陋的家伙。楚风做事是很辣，可也是事出有因，毕竟话到此处，店小二没有继续说，毕竟真龙星域还是司徒界临门的领地，他有些话不敢乱说，否则会遭到灭顶之灾。你问我这个干嘛？你到底有没有钱吃包子？没钱赶紧出去，别讨打。店小二说道。别看他凶神恶煞，可楚风却并不厌恶他，反而有些喜欢他。他凶神恶煞，不是对自己，而是对那些冒充楚风行骗之人。但喜欢他，还是他对楚风的分析。他知道楚风复仇是司徒界临门不对在先，楚风师出有名，且是正义之师。拿着，楚风将一个乾坤袋丢给店小二，便向楼上走去。店小二查看一下乾坤袋，顿时惊讶的张大嘴巴。客官，您这是要多少包子啊？每种口味，来10屉。楚风道。客官多了，您这可以买上万屉了。店小二道。我去19层，费用自己扣，多出的赏你了。楚风话落，已是直奔19层。他知道他的钱完全有资格在19层就餐。小二，你看走眼了吧？这样的眼怎会是冒充楚风来吃白食的？有人道。不是冒充的，难道是真的？店小二若有所思，他记得很清楚，刚刚所见之人正是司徒界临门通缉的画像之一，那还是他花钱买到的画像，并且据卖画像的所说，那是真正的楚风。可惜不能亲自服侍这位爷。第19层有专人伺候。想到这里，店小二竟有些失落。楚风来到第19层，这里风景极好，可尽收全城美景。这里也很大，但只有楚风一个人。只是吃包子，还是很少有人愿意花高价格来这一层吃包子。但不得不说，这里待遇也确实好，这一层都是美女，不仅长得好看，招待也十分周到。楚风刚刚落座，各种茶叶点新便都送上来了，这是别的层花钱都吃不到的，但在第19层却是免费待遇。而很快，楚风点的包子便送了上来。楚风打开一道小小的界灵门，将所有好吃的都送了进去。好吃好吃，这里不仅点心好吃，包子更是一绝。哈哈，这也太好吃了吧！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包子，这个世界没白来。女王大人一口一个，小脸色的鼓鼓的，吃的那叫一个香。我的女王大人慢点吃，今天让你吃到饱。我分析一下这包子，
回头做给你吃。楚风道：我才不要，你用结界之术做出来的本女王不喜欢。女王大人道：味道又没有区别，为何不喜欢？楚风问：人家这是厨艺，是厨艺懂吗？每个步骤付出的都是厨艺，精心调配的，和你以结界之术随手之间就做出来的，能一样吗？女王大人道：原来是觉得我不用心，但若不用结界之术，就要真的按照厨艺方法来做了，那还真有点难。楚风知道厨艺也需要天赋，他不知道自己没有天赋。没事，本女王又不要你亲自做，你有时间再带本女王来这里吃就好了。楚风，你别光顾给本女王投食，你也快吃，真的好好吃啊！蛋蛋嘴巴太满，说话声音都变了，但却非常可爱。楚风抓起包子咬了一口，别说，真的不错。可就在此时，又有2人走了上来，那是2名老者，一位蓝袍，一位白袍。虽然年龄不小，但皆长得凶神恶煞，身上还有血腥之气，修武剑，到处打打杀杀，一言不合都可杀人，身上有血腥之气很正常。楚风早就见惯不惯，只是看了一眼便收回目光，并未过多观察。怎么都在讨论那楚风真龙星域被一个小鬼搅得天翻地覆了？其中一位蓝袍老者道：我也不知，管他呢，与咱们何干？何况司徒界灵门本就废物。另外一位白袍老者道：也对。话落，2位老者皆是大笑，笑得极其嘲讽。他们2个敢在司徒界灵门的领地这样侮辱司徒界灵门，倒是有些胆量。而此时，这第19层的女子则是上前将点心与茶水摆在桌上。啊！忽然一声尖叫响起，原来是那蓝袍老者，顺势将送点心的女子搂入怀中。大爷别这样，我们只卖包子不卖身。那名女子惊慌失措，泪水都顺着眼角流了下来。想必她是第一次遭受这样的轻薄。什么只卖包子不卖身？好好服侍本大爷，给你一辈子用不完的修炼资源，让你也成为绝世强者。何必在这伺候他们？蓝袍老者根本不管女子如何挣扎，一只手抱着女子，一只手端杯饮茶。一把年纪了，有点分寸。楚风不介意别人欺负人，但不可以在自己面前欺负人。哪来的小杂毛，也想多管闲事？那蓝袍老者猛然起身，恶狠狠地盯着楚风。而在此时，楼梯隆隆作响，数百道身影跑了上来，并且人数不断增加，乃是这店铺的店小二们。这些店小二可都是具备修为的，不是平民百姓。而最先接待楚风的店小二也在其中，但他们没有立刻出手，而是在等待着什么。这位客官，我先不理包子哥，只卖包子不卖身，还请这位客官自重，莫要给自己招惹祸端。一位中年男子缓步走来，其周身有气焰缠绕，那乃是尊级武力。他乃是一品武尊。这店铺还真不简单，只是卖包子的竟有一品武尊坐镇。不过仔细想想也正常，毕竟这是这个世界最火的包子铺，修武世界鱼龙混杂，没点实力可能也无法将包子铺开的这么大。都滚下去，莫我坏了我兄弟雅兴。那白袍老者冷冷开口，说话之时都没回头，只是背对着众人。看来2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中年男子面露不善，向2位老者走去。忽然那白袍老者站起身来，一股威压横扫而出，这第19层的墙壁都被轰碎开来。按理来说，这威压足以将那些店小二以及那位中年男子直接抹杀，因为这白袍老者不仅是3品武尊，且出手狠辣，这一出手就是要将他们抹杀。店铺中的人也感受到了那杀意，所以此刻吓得瑟瑟发抖，甚至有人当场尿了出来。就连那1品武尊的中年男子也是大嘴张开，喘着粗气，被吓得不轻。但他们同时却都看向楚风。楚风虽然站在原地未动，但他们都知道，因为是楚风护住了他们，免他们一死。又来一个多管闲事的白袍老者，说话间手腕一转，一把尊兵大刀浮现手中，跃空而起，被楚风挥砍而去，欲要将楚风直接斩成2段。然而下一刻他便回到了刚刚所在的位置，只是落地之时，身子都被轰得凌乱不堪，只剩下了残肢断臂，但却还剩一口气。你知道我们是何人吗？蓝袍老者此时也是放开了手中女子，虽有恐惧，但更多的却是愤怒。你们是何人？楚风问。我们乃轩宝堂的客人。蓝袍老者说话间还拿出一块令牌，那乃是轩宝堂的邀请令。大人，误会，都是误会。中年男子赶忙笑脸陪笑，他显然知道那轩宝堂，并且认得那令牌，所以不敢得罪这2个老者。误会个屁，现在谁插嘴谁死。楚风看向中年男子，中年男子立刻闭嘴。得罪轩宝堂虽然要死，可至少现在有跑的机会，但若不听眼前这年轻人的话，他能察觉到现在就会死。小二，所有包子每样再来100屉，打包。楚风说话间又丢出一个乾坤袋给那位最先接待自己的店小二，但几乎所有店小二都跟着跑了下去。你是这里掌柜？楚风看向中年男子，是，我是。中年男子点头。你们这里包子的秘方怎么卖？楚风问。少侠想要。中年男子问。楚风点头，不用买，少侠对我们有救命之恩。中年男子说话间取出一个卷轴递向楚风，只是少侠，那轩宝堂可……他话未说完，楚风目光转冷，他便赶忙闭上了嘴巴。楚风接过卷轴，也没有强行付他报仇，如他所说，楚风救了他们的命，此恩无价。很快那些店小二跑了上来，几百屉包子递到了楚风面前，楚风全部塞入了界灵空间，随后走到那2名老者面前，探手一抓，呀，那只剩残躯的白袍老者发出无比惨烈的哀嚎，其残躯正在被炼化。当其惨叫消失之际，其身躯已被楚风彻底炼化，一缕残渣都没留下。你是轩宝堂的客人对吧？楚风问。对，我是。蓝袍老者很是恐惧，却发出强硬声音，他以为楚风害怕轩宝堂，轩宝堂会护你。楚风问。会。你敢动我？轩宝堂绝不。呀！蓝袍老者话未说完，一把长剑已是洞穿其丹田，
随后楚风就像挑杂货一样将那蓝袍老者挑起，下一刻便消失不见。见楚风离去，众人看向那中年男子，掌柜的，咱们怎么办？先歇业，所有人随我去宣宝堂。中年男子道。宣宝堂外，楚风已经来到，但他并未立即现身。楚风如今早已不是年少之时的莽夫，养成了出手前看其虚实的习惯。此时运用结界阵法之下，楚风的耳力极其惊人，哪怕此地的隔音结界也无法阻挡整个宣宝堂的所有声音都映入楚风耳中。楚风也可不受其乱，而是同一时间接收大量对话，这便是楚风如今的本事。这些对话许多都是私密性的，因此对宣宝堂立刻有了清楚的了解。宣宝堂表面是买卖宝物的一个堂会，也有大量长老与弟子，可暗地里却与魔教没有区别。他们分布真龙星域各处，专门挑选实力弱的地方，暗地里抓寻拥有天赐神力的孩子，或者拥有特殊血脉的修武者，然后再提供给特定的组织用来修炼。果然是一丘之貉。楚风心中怒骂，之所以如此，是来时路上楚风已将那2个老者身上的宝物进行搜刮，结果他们身上有空间阵法，那阵法之内全都是他们抓来的，要么是拥有天赐神力的孩子，要么是拥有特殊血脉的妖兽。最丧心病狂的是，还有一些刚出生的婴儿。虽说楚风已经将那些可怜之人放了，可却也改变不了这蓝袍老者与这宣宝堂的罪孽。楚风把他们全都杀了，这宣宝堂的一个不留。淡淡声音响起，淡淡的性格不是那种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类型，相反一直以来都是一副别人生死与他无关的态度。可现在他也很生气，而楚风已经悄然布下封锁阵法，准备大开杀戒。可忽然两人交谈引起楚风注意，那来自宣宝堂最深处的主殿，这里只有2个人，乃是宣宝堂堂主与副堂主。真羡慕他们啊，居然抓到了一个长有龙角的姑娘，而且她还与图腾龙族没有关系，这可是值大价钱的。宣宝堂堂主说话时满脸羡慕。是啊，听说那姑娘长得还很是俊俏，本来是到图腾天河医病的，不曾想却被听雨堂的人抓到了。副堂主同样羡慕不已。楚风带有龙角，来自其他天河，到此医病的姑娘怎么这么像龙小小啊？淡淡也是听到了这个对话，而楚风之所以被他们的交谈吸引，也是因为这交谈的内容与龙小小极其吻合。妈的，一群畜生！楚风怒骂一声，随后大袖一挥，一道光柱直奔宣宝堂主殿飞掠而去。强大的力量不仅洞穿结界，更是轰穿墙壁，落入大殿之内。谁？突如其来的一幕不仅将2位堂主吓得一惊，那巨大的声响也是引起宣宝堂各方强者的注意，无数强者向主殿飞掠而去。而2位堂主也是很快发现，那闯入的乃是一个人，只是这个人却是趴在地上，且被废了修为。这是陈兄，陈兄，你这是怎么了？你的修为怎么被废了？看清蓝袍老者，宣宝堂堂主赶忙上前询问。孙堂主，是你们这里的一个小畜生，你要为我报仇啊！蓝袍老者的声音充满悲愤，毕竟他的修为已经被废。陈兄，那是一个小辈吗？宣宝堂堂主问道。是小辈啊。蓝袍老者道。那他身上可有平明殿、落雁宗、风玉谷的令牌？宣宝堂堂主又问道。这3个势力都是他们这座世界强于他宣宝的势力，那势力之中倒也的确有能伤这蓝袍老者的小辈，但若是这3座势力的人，他是不敢得罪的。没有这3个势力的令牌。蓝袍老者道。陈兄，你放心，这里是我的地盘，敢有人伤你，我必废了他，此仇我定会给你报。听闻没有这3个势力的令牌，宣宝堂堂主信誓旦旦。就在此时，一阵惨叫响彻开来，宣宝堂堂主还来不及走出去，便感觉一股巨大的压迫感正面袭来。下一刻，这整座宫殿的房顶全部被斩切开来。此时他无需施展透视之法，便能看清外面情况。只见天际之上，一名青年御空而立，他正挥动手中长剑，每挥动一下，都有数道剑气飞掠而出。只是一道剑气便可将无数宫殿斩切开来，何况其随便挥动一下，都有数道剑气飞掠。不过眨眼之间，他宣宝堂近乎遭受灭顶之灾，大半建筑被毁是小，无数长老与弟子正在惨遭屠灭。而仔细观察那青年容貌，2位堂主皆是面容大变，跟看到了鬼一样。陈兄，你所得罪的人该不会是他吧？宣宝堂堂主问这话的时候，嗓子都有些沙哑了。他宣宝堂虽然实力不是特别强横，但也绝非平民百姓，消息较为灵通，所以一眼就认出这位青年正是使得司徒界灵门遭受屠戮，吓得无数族人叛逃的罪魁祸首。楚风，是他，就是这小畜生。蓝袍老者道。他是你带来的？宣宝堂堂主问此话的时候，脸都气紫了。是，他要我带路，我便将他带来。孙堂主欧阳兄已被他所杀，快帮我们报仇！蓝袍老者声泪俱下。报仇？我报你妈！宣宝堂堂主手腕一转，一把尊兵大锤出现在手中，直接将那蓝袍老者砸成了肉泥。而副堂主也是暴怒，拿出一把长枪，对着那一滩肉泥又刺了几枪。他们2个真是气坏了，本来宣宝堂好好的，结果被这个家伙引来楚风这样一尊杀神。楚风是谁？如今真龙星域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司徒界灵门都有无数族人被吓得叛逃，这是他们能得罪得起的吗？他们觉得他们今日可能是要完蛋了，而这都要怪蓝袍老者。于是杀了这蓝袍老者之后，他们直接跪在了地上。楚风少侠，我们与此人虽然相识，但并不熟，不管此人如何惹到了楚风少侠，都与我们无关，求楚风少侠大恩大德，放了我们吧。宣宝堂堂主一边施以跪拜大礼，一边求饶。而就是这么一会的功夫，楚风已将整个宣宝堂毁了个彻底，不仅所有建筑被毁，宣宝堂在场3000多万人，除了这2位堂主尽数死去。楚风看向副堂主，
这是一位6品武尊，实力不弱，可他都不敢与楚风对视。感受到楚风目光，吓得赶忙连连磕头。楚风一剑落下，此人直接被斩成2截。楚风少侠饶命！楚风少侠饶命！眼见着副堂主被杀，身为7品武尊的宣宝堂堂主仍没有反抗之心，反而连连求饶。一把年纪，却吓得屁滚尿流，这也是人之常情。毕竟不管多大年纪，有的人总是怕死。你刚刚说知道有人抓了一个头长龙角的姑娘，你将那姑娘的画像画出来。楚风说道：我只是听闻，并未见过那姑娘，但我知道她被何人抓到，也知道她的去向。楚风少侠若想见她，我带你去。宣宝堂堂主说道。楚风大袖一挥，顿时磅礴犀利，将这宣宝堂角的天翻地覆，无数宝物落入楚风口袋之中。而本源则是被女王大人当场炼化。当那狂风消散，楚风与宣宝堂堂主已是一同离开。一段时间后，仙不里包子阁的掌柜也是带着一众手下靠近宣宝堂。他们来宣宝堂是想观察情况。那掌柜察觉到楚风不惧宣宝堂，且想直接来宣宝堂，所以他想看看楚风是否能解决此事。若能解决，他们可能也会安然；若不能，他直接带着手下跑路。可当他们靠近后，却发现宣宝堂已是被毁，并且显然被毁不久。而靠近之后，更是发现宣宝堂内已是遍地残尸，血流成河。此一刻，女子吓得惊声尖叫，就连男子都是瑟瑟发抖，只因场面太过骇人。掌柜，难道是那位少侠？一名店小二看向掌柜，正是最先接待楚风那位。你能确定那位少侠的容貌与楚风很像？掌柜对其问道。不是很像，就是一样。店小二道。呼，掌柜长舒一口气，这才道，看来是遇到本尊了呀。本尊这2个字让所有人大为震惊，他们竟然见到了楚风本尊，真的是楚风少侠吗？我的天，我竟与偶像擦肩而过。那店小二无比悔恨，他是楚风为偶像，并且近乎疯魔，只是为了楚风的画像就花了不少钱。你起码与他交谈了，我们连交谈都没有，真是羡慕你啊。其他店小二目露羡慕之色，司徒界灵门压迫他们已久，他们对司徒界灵门早就看不惯了，只是敢怒不敢言。而楚风则是做了他们想做却做不到的事，虽不像那位小二那样被楚风崇拜的近乎疯魔，但却也是崇拜的，但直接屠灭满门，这也太过了吧。至于如此吗？有女子哭着道，他们是被吓哭的，不是他们胆小，而是宣宝堂的场景太过惨烈，而他们又不知宣宝堂暗中的丑恶勾当，自然便觉得楚风的做法太过了一些，的确是太狠了。但是他是楚风，便也能解释得通。掌柜的心有余悸，在他心中，楚风本就极为凶残。不，我觉得楚风少侠必然事出有因，这宣宝堂与那样之人结交，也绝非善类。那店小二说道。他此话一出，其他店小二纷纷点头，就连掌柜也觉得有些道理。掌柜的，我们回去吗？有人问。他们觉得宣宝堂已然被除，他们可以继续回去经营他们的仙不里包子阁了。回不去了。可掌柜却摇了摇头，这可是楚风本尊，而且他刚刚屠灭宣宝堂，先前我们仙不里包子阁发生的事也是有人目睹。我们虽不认识他，可他毕竟救了我们。司徒界灵门若要追究，我们解释不清，你们立刻回去通知你们家人，我带你们一起离开这是非之地。掌柜的此话一出，众人也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他们也是赶忙离开此地，准备逃离。人本该脚踏实地，可偏偏有些人不本分，总喜欢走捷径。普通人如此，修武者也是如此，因此修武者之中也是出现了许多走旁门左道的败类，他们不自己苦心修炼，而是以邪魔之法炼化他人，以此获得力量。此种行为不止在圣光天河有，图腾天河也是不少，并且更多，甚至还因此出现了专门抓捕特殊血脉之人的势力，以此牟利。这种买卖遍布图腾天河，宣宝堂只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分支。除了宣宝堂之外，还有很多势力和修武者也在做着这种丧尽天良的勾当。宣宝堂堂主所听闻，被捕获的长有龙角的姑娘，就是一个名为星罗堂的势力所抓到的。这星罗堂与宣宝堂一样，也是暗中做着卑鄙勾当。因与星罗堂有着合作关系，所以宣宝堂堂主才知道星罗堂的一些消息。不过这星罗堂并不是真龙星域的势力，而是在图腾天河的前元星域。此时楚风已是在宣宝堂堂主的带路下，不仅来到了前元星域，更是来到了星罗堂的领地之外。楚风来之前，便已经从宣宝堂堂主口中得知了星罗堂的实力。虽然这个世界有着不少强者，但星罗堂的实力却与宣宝堂差不多，其堂主的修为乃是7品武尊。可楚风还是谨慎行事，来到星罗堂之外，并未立刻出手，而是观察起来。楚风发现，关于星罗堂的实力，宣宝堂堂主倒是没有说谎，并且楚风通过天眼，很快找到了那些被抓来之人的关押之所。那些被关押之人之中，楚风也找到了一个长有龙角的姑娘。只是这个姑娘不仅修为很弱，只是1品至尊，她的长相也根本与龙小小全然不同，就连头上的龙角也与龙小小不太一样。我就说天下间怎会有这妖巧的事？楚风微微摇头，本来还想着居然这妖巧在图腾天河能遇到龙小小，但现在来看，显然是自己想多了。楚风既不是龙小小，这件事你还管吗？女王大人问道。这些人渣遇不到也就算了，既然遇到了，自然不能放过他们，杀他们可是替天行道。楚风说道。楚风少侠，我已经将你带到这里，你就放过我吧。此时站在楚风旁边的宣宝堂堂主忽然开口，他之所以言听计从，为楚风带路，就是希望楚风能饶他一条生路。你将我带到此处，也算戴罪立功，我可以赏你。楚风说道。多谢楚风少侠。听闻此话，宣宝堂堂主喜出望外，他没想到不仅能够活命，居然还有赏赐，于是赶忙施以大礼。可楚风却面露微笑，赏你个痛快。随后太古英雄剑出现在手中，一剑刺出，直接洞穿了宣宝堂堂主的丹田。宣宝堂堂主脸色瞬息变化，
可楚风却不给他继续说话的机会，手中太古英雄剑猛然抬起，便直接将宣宝堂堂主劈成2半截。可突然一声刺耳轰鸣自星罗堂方向传来，虽距离星洛堂方向较远，可楚风却能够看得清楚。他发现不知何时，在星罗堂的上空出现了3道身影，这是2男1女，其中2名男子，一个身穿白衣，一个身穿黑衣，他们2人修为外放。楚风感受得清楚，白衣男子乃是8品武尊，而黑衣男子修为稍弱，乃是7品武尊。他们应该也是为救人而来，分工明确。那身穿黑衣的男子以及那名女子现身后，直奔那关押众人的监牢前去救人，而那白衣男子则是开始挥动手中长枪，长枪舞动，枪芒四射，以8品武尊的修为对星罗堂开始进行屠杀。他立于虚空，白衣飘飘间大开杀戒，好是威风。但楚风还是注意到，他虽在大开杀戒，看似威风，可眼中却有不安，且不安之色越来越浓。显然打开杀戒这种事情他并不常做，哪怕杀的是恶人，可他心中也有负担。不过对他，楚风只是扫了他一眼而已，因为楚风的目光更多的被那前去救人的黑衣男子以及那名女子所吸引，准确来说是被那名女子所吸引。这名女子身穿一件金色裙子，裙摆不是很长，一双雪白长腿非常诱人。最主要的是，她的脸不仅好看，还青春洋溢。明明被关押的龙角女子已是具有一些姿色，可若与这名女子相比，那便顿时显得平庸。而这名美貌惊人的女子，楚风偏偏认得，那乃竟是龙小小。此时龙小小的容貌很显然已经恢复了，并且恢复得非常彻底，就连修为也是有了提升，已是1品武尊境。这天下间竟还真有如此巧合之事。楚风看到龙小小，楚风也是感觉不可思议，他没想到会是以这样的方式再见到龙小小，因为他看得出来龙小小与那2名男子关系不错，他们来此应该也是为了救人。虽然被关押于此的人不是龙小小，可楚风与龙小小却能够因救人而相遇，这种巧合反而更加难以置信。有意思了，楚风，这么快龙小小就给你搞出了2个情敌啊？淡淡笑嘻嘻的说道。什么情敌啊？我与小小本来就是朋友。楚风说道。朋友？你把他当朋友，他把你也是当朋友吗？别装傻好吧？淡淡道。楚风不可置否，龙小小喜欢自己，自己岂会不知？虽说龙小小与楚风心中分量也是很重，只是目前来说，楚风对龙小小的确没有超越友情的感觉，这也是让楚风有些头疼之事。那手握长枪的白衣男子虽然杀人有负担，但他出手并未留情，所以没过多久便将星罗堂的人全部屠杀殆尽，而那些被关押之人也全部被救，包括那名常有龙角的女子。龙小小救下他们之后，给了他们一些保命的东西，便直接让他们离开此地了。在看着那些被救之人离去后，龙小小才与黑衣男子御空而起，与白衣男子会合。大师兄，你没事吧？只是看着此时的白衣男子，龙小小却是有些担心，因为白衣男子不仅满头大汗，更是呼吸急促，像是生病了一样。其实他只是因为无法承受屠戮他人的心理负担才会如此。我没事，只是之前的伤势并未痊愈罢了，小师妹不必担心。白衣男子笑着说道，但他却并未说实话，想必是不想龙小小看出他内心的脆弱。大师兄没事就好。见白衣男子这样说，龙小小也是安心不少。小师妹，既然人都救了，咱们便继续赶路吧。此时黑衣男子也是说道。好。龙小小也是点了点头。可忽然那白衣男子与黑衣男子神色一变，随后同时看向一个方向，是楚风现身，被他们察觉，还有漏网之鱼。白衣男子与黑衣男子皆是将收起的兵刃再度拿出，他们是以为楚风与星罗堂乃是一伙的。楚风。可就在此时，龙小小却是发出惊呼，他美眸放光，难以置信地盯着楚风。小师妹，你认得此人？白衣男子与黑衣男子同时看向龙小小，并且神色复杂，他们还从未见龙小小看一个人的时候露出这样的目光。可龙小小并未理会他们，而是在确定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之后，化作一道流光直奔楚风而去，最终直接扑入楚风怀中。见到这一幕，那白衣男子与黑衣男子的脸都绿了。楚风，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呢？龙小小抬起小脸，灵动的美眸紧紧盯着楚风，都不敢离开一下，生怕视线一开就看不到楚风了。就是如此巧合。楚风道。巧合？龙小小眨着眼睛，一时之间没领悟到楚风说的。忽然一声咳嗽响起，是那白衣男子与黑衣男子走了过来。小师妹，不介绍一下？黑衣男子道。楚风，这是我的2个师兄。龙小小指向白衣男子，大师兄程天灿，紧接着指向黑衣男子，二师兄赵云墨。话落，龙小小满脸笑容地看向2位师兄，大师兄、二师兄，这就是我常常与你们说起的我圣光天河最强天才楚风。那还真是够巧的，居然能在这里见到楚风兄。楚风兄，幸会。程天灿与赵云墨对楚风抱了抱拳，幸会。楚风回以一礼，而后经过交谈，楚风得知事情经过。当初龙小小生了怪病，无论怎样医治都是没用。龙小小虽在昏迷中，可每当夜晚繁星浮现之际，龙小小都会将伸出手指向浩瀚星空，而他所指的星空方向恰好是图腾天河的位置。若是1日2日倒也罢了，龙小小几乎夜夜如此，并且任由星辰变化，他所指的位置都是十分准确，每一次都指向图腾天河。于是龙氏父母判断龙小小的病也许图腾天河有解决的办法，便带着龙小小前往图腾天河。结果来到图腾天河，龙小小居然就醒了，并且他体内的血脉有了变化，不仅修为快速增进，踏入1品武尊，且还引发异象。那异象引来了一位修武高手，这位修武高手一眼就看中了龙小小，于是便收龙小小为弟子。而他的这位师尊还有2个徒弟，便分别是这程天灿与赵云墨。他们并不是这个世界的，来这里只是办一件事，恰巧听闻有人被抓，他们一路追查到了这里。
而在龙小小的询问下，楚风也是说出了自己为何会来到这里。所以你是来救我的吗？那还真是巧合呢。龙小小得知楚风原来是为救自己才出现于此，绝美的脸上露出极为灿烂的笑容。看着龙小小此时的笑容，那程天璨与赵云墨表情都是有些不自在起来。其实他们早就从龙小小口中听闻过关于楚风的事，虽然龙小小口中楚风乃是英雄级别的人物，可在他们眼里，圣光天河宛如穷乡僻壤，是狗都不愿意去的地方。那种地方能真的出现什么了不得的人物？就算最强天才，在他们眼中也是垃圾中的垃圾。龙小小觉得厉害，之前因为他没见过世面罢了。于是他们二人皆是自认为可以轻易的得到龙小小的芳心。可今日遇到这楚风，他们才发现这龙小小对楚风还真是不同寻常。自打楚风出现，龙小小的目光几乎没有离开过楚风，并且今日的笑容他们之前也没有见过。要知道他们平日里可是没少做讨龙小小欢心的事。龙小小是个开朗的姑娘，自然也没少在他们面前展露喜悦一面，但从未像今日这般开心。你看这俩小子眼神不对，我就说他俩会是你情敌，你还不信？搞不好他俩现在心里正研究着怎么弄死你呢。楚风，你小心一点哦。女王大人说道。楚风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两个人的神色变化，但楚风只是装作没看到。看在龙小小面子上，只要他们不做对自己和龙小小不利的事，楚风也不会为难他们。对了，楚风，我们现在要去参加最强试炼，你和我们同行吧。忽然龙小小说道。你们的试炼我就不去了吧。楚风说道。他来此事担心龙小小安危，但他当下要做的可是除掉司徒界灵门。既然龙小小安然无恙，并且还找到一位师尊做靠山，楚风自然也想继续回去对付司徒界灵门。楚风兄弟，这可不是我们同门的试炼，而是整个图腾天河的试炼。难道你来到图腾天河这么久，还没听过这最强试炼吗？程天畅问道。没。楚风摇了摇头。楚风，这不是一般的试炼，是图腾龙族搞的试炼，你去参加一下吗？有很多好处的，并且已经筹备3000多年了，机不可失。龙小小也是说道。图腾龙族筹备3000多年，楚风原本对这所谓试炼毫无兴趣，可是听到图腾龙族且还筹备了这么久，则是稍微有了一些兴趣。这是什么样的试炼？楚风问道。而后程天璨、赵云墨以及龙小小三人便一同为楚风讲述起来。这最强试炼简单的说就是一场比试，但分为4个场地，分别是武尊初期、武尊后期、半神初期、半神后期。武尊初期不限年龄，修为在1品武尊与5品武尊皆可踏入。武尊后期不限年龄，修为在6品武尊与9品武尊皆可踏入。半神初期不限年龄，修为在1品半神与5品半神皆可踏入。半神后期不限年龄，修为在6品半神与9品半神皆可踏入。只是不限年龄这一点就很特别，并且奖励非常丰厚，几乎只要参赛都会得到一些收获。只是目前大部分奖励还未公布，但4个场地的第一都会得到一块最强令牌，有那令牌在手，可得图腾龙族守护。虽然只有1次，但这是被图腾龙族认可的名誉。若能得到这最强令牌，不仅是名扬天下，更是会得到无数势力的青睐，是真正的一举成名，流传千古。真是不知道究竟是谁能夺得第一。程天璨说到此处，脸上有着不可掩饰的羡慕。没想到筹备了那么多年，突然就开启了。早知道这么快开启，我当初就应该压制修为，压制到5品武尊，争一争这最强称号。赵云墨满脸悔恨。二师弟，就算你压制修为，也不可能争得过他们的。你要知道，有多少天才从3000年前知道这个消息开始，就一直压制修为，直到今日。他们当初还是名震天下的小辈，如今已经成了3000多岁的老头了。他们宁可这么多年不增进修为，为的可就是这一战。甚至我听闻，有一些人还用特殊方法，常年以名贵药物淬体积累力量，虽然只可以爆发出1次力量，但威力极惊人。就等待最强试炼开启后，大显神威。甚至还有人放话，为了这最强称号，不惜一死。程天璨说道。确实，那些人太拼了。就比如那残剑山庄的少庄主欧阳残剑，当年明明是惊艳整座天河的小辈天才，年近90岁，便已是9品武尊，结果为了这最强试炼，硬生生压制修为，直至今日。我听闻这3000多年，他可没有闲着，早已将残剑山庄所有武技修炼至大成。这一次武尊后期的最强头衔，非他莫属了。赵云墨也是说道。那可未必，欧阳残剑虽然厉害，但是当今小辈可不是吃素的，武尊巅峰至少有4位小辈能与欧阳残剑一战。程天璨说道。那倒也是。对于此话，赵云墨倒也没有反驳，他也是知道当今小辈厉害的的确不少，而程天璨说的4位，他也都知晓是何等存在。所以这场最强试炼，图腾龙族是不参加吗？楚风问道。他听到这里都没听到他们提起图腾龙族的人，便觉得虽是图腾龙族举办，但好像图腾龙族族人不会参加。是武尊初期、武尊后期、半神后期都没有图腾龙族的人身家。程天璨说道。这样啊。楚风点了点头，但很快发觉不对。那半神初期呢？半神初期是个例外，图腾龙族也会参加。程天璨说道。擦，这么倒霉。楚风心中咒骂，有些无语。听他们讲述到这里，他对这最强试炼已是产生浓厚兴趣，只是他的修为有些尴尬。他现在的结界之术已是白龙神袍，按照境界划分，他只能参加半神初期的试炼。可不曾想图腾龙族也会参加。虽然半神初期图腾龙族会参加，不过只有图腾龙族小辈可以参加，但其实也没有啥区别。毫无意外，半神初期的第一肯定是龙成宇的。程天璨说道。龙成宇又是谁？楚风问道。啥？你连龙成宇都不知道？程天璨与赵云墨看向楚风，如同看着傻子。